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1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周二、周三延续上涨，在中美谈判利好后，最近又传来了卡塔尔的万亿投资，这一个个接连的利好，大家开始认为5月美股将创历史新高，具体会不会出现，我们拭目以待。而今天的视频，阿哲依旧会从技术面的角度观察当下市场，如果是多头，又怎么在后续去加仓、去买进？又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减仓？具体又有哪些减仓的点位呢？而假如您跟阿哲一样，在本次的加速上涨中是空仓观望、寻找做空机会的，那什么信号可以说明本次的做空机会它来临了？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还是先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79期。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会讲解有关当前美股的纳指、标普整体的技术面的情况，在现在去进行买进或卖出，亦或者做多做空，哪种情况下去发生会更好。阿哲主要通过3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个是目前的市场又再次出现了三小顶，而后我们再讲到107天均线，还有当前今天的短线日内支撑和压力位在分时中是哪些点位。在讲解了有关指数当前的环境之后，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个股的解析，分别有特斯拉、英伟达。那么这里呢，我们是把之前的 SQQQ 呢做了一个更改，因为阿哲发现有很多同学对于半导体的一个指数也同样感兴趣。那么在 SQQQ 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止跌机会产生之前，我们就先以 SOXS 作为一个讲解。第3部分我们讲到的个股有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最后呢，我们临时加一个 SMCI， 因为最近它受到某些消息面的刺激，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究竟 SMCI 的一个走势，它的一个股性会不会因为本次的大涨而产生改变呢？我们同样也会去讲解。这里呢，阿哲就会借助107天均线来讲到这个 SMCI 的行情走势，包括后续如果要去买进，那么什么情况下会更好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看到这些内容，你应该会知道本期的视频时间正常会偏长，而这呢，也是阿哲日常每期视频都会去讲到的一个内容和时长。所以假如您对于长视频不是很能接受，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这个3角，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对应的内容，而点击这个时间轴之后，您就会快速的跳转到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不过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第一部分是绝对不能够去跳过的。个股方面您可以随意的去跳过，但指数的分析千万不要随意跳过。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关于三顶，我们简单去讲解。因为在前期视频我们刚讲过不久，所以很多同学应该是学过的。但同时也有同学会有一个疑问，就阿哲目前三小顶，为什么你又讲？之前这里讲三小顶你就翻车了呀，当时这里你说有风险，那么说最好去卖出减仓，但是后面股市上涨又暴涨又加速了，你这个因为三小顶而踏空，你现在又讲三小顶干嘛呢？如果目前您对技术分析还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阿哲想要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一个三小顶产生之后，假如我之前一直用着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它带给我的一个机会风险都提醒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会因为它一次的出错，一次的让我踏空行情，以后我都不会去用这个技术了吗？肯定不会的。因为如果真的因为一次的失误，一次让我踏空行情，让我卖在了启动点，我就不用三小顶，那么当下你就不会看到阿哲继续的那么每次出现都去提醒了。那比如目前你所看到的图板就是纳指所产生的三小顶，在头顶上有出现这种粉色钻石的，就是每一次三小顶所产生的地方。那么三小顶难道就只有本次出现中美谈判出现暴涨才导致它失误，之前都没有失误过吗？并不是吧。像前期这里也曾经在一个强势的上涨当中出现了三小顶模型，但这个位置后不也上涨吗？当时这里是不是也成为减仓点？当时也在后续的上涨当中没有去拿住比较多的筹码，但难道因此我们就不再去用这种有效的识别风险的方法吗？那么后续在这一个位置产生三小顶的时候，你也会去忽视，你觉得之前会涨，那么这里应该也会涨。那么在这里出现三小顶，在这里出现三小顶时呢，你也不会卖出手中的筹码，你也不会减仓，你也不会识别到风险的出现。所以如果您在前面这里因为它的失误就放弃了这个方法，去寻找其他的技巧，那么未来在它有效的时候，你就会一次一次的失去真正产生的机会。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三阳小顶在这些位置每一次出现都提醒过一次风险，而现在这一次又提醒了风险，但是它没有风险的产生，而是继续的加速上涨。那么现在又产生了，阿哲依旧会在未来每一次三阳小顶产生的时候，依旧一次一次不厌其烦的提醒你，这里只要是三阳小顶，它就是多头的减仓信号，只要你手中有获利，你就应该有所卖出。而目前，如果您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学习三阳小顶模型，看到它的一个图板。所有的三阳小顶呢，它有一些比较好的使用环境，一般就是弱势反弹或震荡行情。当然，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叫物极必反，但物极必反的三阳小顶比较少出现，它一般呢会在一轮加速或单边行情当中的某一次三阳小顶时产生。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呢是在23年的年初以及23年的2月份终结了这一波上涨，而在这一波上涨时，其实出现了很多次的三阳小顶，这个位置产生了，后续呢只是略微的调整，这一次产生了也只是短线的调整，这一次产生也是短线的调整，但这一次产生就不是短线的调整，而是一波相对长时间的下跌行情，所以这种位置就属于物极必反的一个点位。那么对应下方的一个龙头引力是处于一个预警区，那么这种呢就属于一波单边行情之下所进入到物极必反的三阳小顶，所以大体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比较不错的一个三阳小顶的使用场景。我们看一下它的基础的条件，它需要有3根 K 线，三阳则是3根连续的阳线，这种阳线不分真假，不分涨跌，只看当天是否是收盘大于开盘即可，只要是阳线就属于其中的一阳，连续3天，那么就是3阳。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的，就是3阳后第3根 K 线，它的 OC 也就是开盘到收盘的一个距离，它的实体要比昨天2号 K 线的实体要缩短，缩短的幅度越大越好，越明显越好。这就是3和2的 OC 相差越悬殊，那么顶部信号就越强。而我们的卖点呢，根据您不同的一个仓位的匹配和当前的趋势的不同，那么会分为左侧和右侧。左侧就比较激进了，一旦出现第2天甚至当天就为卖点，而右侧相对保守，它在3的最低价呢是止盈点。如果您当前短线有所获利，在3阳之后呢，更是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想要看一下后续会不会继续上涨，那么就把第3根 K 线作为防守位，跌破止盈。那么根据刚才所讲的保守和激进的卖点，您也可以在一个遇到三阳小顶的行情当中，更好的找到一些右侧的做空点，或者说获利了结的点。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价格股价的反弹，那么出现了三阳小顶之后，您可以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之后看一个调整的出现，低点作为防守，跌破再看调整，再看风险的产生。而对于激进的投资者，他可能会卖在一个行情的相对的中途，但是它也容易卖在一些股价上涨时的左侧高点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一旦出现第2天卖出，其实就卖在了一个反弹高点。而对于右侧投资者，您可以把它低点作为防守，那么跌破再进行一个离场，或者说对于熊市当中再去做空都是 OK 的。那比如说像这一次，如果出现左侧投资者，我们去卖出就会卖在一个行情的启动前，而如果对右侧投资者去做防守，把低点作为止损，没有跌破，那么就暂时我们继续的看好，那么以此呢就不会去踏空后续可能的行情。所以在强势的行情当中呢，你可以把这根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它也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多头第一个减仓点。如果这里出现一根实体的阴线，收盘价跌破我们昨天这根阳线的低点，那么则意味着它构成了本次上涨。假如您一直持有多头已经获利颇丰，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第一个减仓点，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本次上涨以来我们空头首次出现比较明确的做空点。那么以上就是三阳小顶的再一次的讲解，我们稍微花了一丢丢时间，那么为大家去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三阳小顶哪怕在前期它让我们踏空了行情，或者说我们去减仓了，依旧再次出现时，你也一定要小心。这也适用于你所学习的任何一个方法，只要您相信您的方法，那么就不要因为它1次2次的失误，就后续把它收入冷库不再使用。阿哲对于三阳小顶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不管他让阿哲是否踏空了本轮的行情，他只要出现未来的每一次，阿哲都会跟大家去提醒风险可能到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2小点，有关170天均线的讲解。上期视频我们讲了当前的牛熊转换的区间是哪个位置会产生呢？是不是在本周周二的时候会产生？
因为市场对170天均线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效果，就是牛熊的分界转换。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上期视频没有收听的，那么现在阿哲再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如何去用好170天均线。当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指的日线图，而后图中的白色线就是170天均线。我们曾经呢在这个地方有讲过这一个方法怎么去使用。我们想要确定170天均线它的支撑和压力是否被有效的抵消。像当前的纳指就出现了170天均线的向上的突破，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突破是否能够有效，我们要怎么去看？我们先回顾之前这个位置，当股价出现了1天的跌破之后，它不能算直接的有效，因为曾经这里也收盘跌破了，第二天就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要的是有2天时间收盘价都在这根均线之上或之下，再去判定它的有效性。而股价是自上由下的下穿，就有可能呢从一个上方的牛市走为了下方的熊市的反转。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确定熊市可能会来临？我们把这2根 K 线当中偏低的低点和偏低的高点作为一个划分，这个区间就是牛熊转换区间。如果股价在这里它并不会转熊，而是会持续的走牛，这里只是一个牛市的回调，那么价格不会去有效跌破这个区间，那么它应该产生的是价格的向上的突破，把它作为一个支撑，而后出现反转。反之，如果这里真的是牛熊转换点，那么这个区间所产生的就不是一个支撑，而是一个压力，那么价格将会产生下破。后续的每一次反弹，每一次上涨都是熊市反弹，找的都是做空的机会，上涨都要去及时的高抛，所以这是一个牛熊转换点。而一旦你确认了一波行情的牛熊转换点，后续你的操作基本上就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也是如此的，同样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突破。我们放大图表，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所以这2根 K 线当中，因为是向上突破，它有可能是由底下的熊市环节变成了牛市的区间。那么我们需要把这2根 K 线里面偏高的高点和偏高的低点做一个延伸，就是2号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市场牛市的回归，这个区间将产生一个支撑；而反之，如果这里是一个熊市的行情依旧存在，那么这个区间将会产生一个压力。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看回刚才的图板，那么我们找到了关键的2号 K 线，那么价格走势的区间划分好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去推演牛市的一个形成，将会把这个区间成为一个支撑，它不管是回落有支撑向上突破，亦或者是直接往上突破去有支撑向上运行，都属于牛市已经进入的一种情况。所以后续的股价在2号 K 线之后，只要走这2种情况，我们都认为它是牛市行情继续的延伸，而后续每一次的回落，每一次的回调都是牛市回调买点。反之呢，在这个区间之中，如果出现的是股价向上突破而没有站稳跌破，反抽有压力，而后往下去种，每次都是压力的寻找的，又包括它可能会快速的一次性跌破反抽不能站上去下跌的，以压力去应对这个区间的，那么就说明目前的上涨它依旧是熊市反弹，而且已经属于反弹的高位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的，如果多头想要加仓，或者说之前买的比较少，甚至呢像阿哲这样子，我们是以空仓观望空头机会的，目前是没有多头仓位或者说不多的，那么怎么去加仓？那么用的也是这个思路，跟之前下跌破位是一样的。只要确认了牛市目前确实产生，那么未来每一次上涨后的回落不跌破2号区间，我们都是买点。那么反之，对于空头来讲，就是目前的突破是否有效，以及后续会不会跌落。跌落之后呢，会不会有压力？如果有压力，在这个位置去寻找做空的点位。现在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出现了一根阳线，虽然阳线实体较小，但是产生了收盘价的突破。那么这个突破能不能作为我们所说的买点？在昨天盘前我们说过，2号 K 线高点被实体阳突破就能够作为买点，所以理论上它可以作为买点。但实际上，阿哲建议大家再等待1天，因为它刚好出现了一个3小顶，同时昨天的一个指数的上涨，它并不强势，整体的市场的分时，你会看到它是上蹿下跳的，下跌有跳水，上涨有拉升，所以这里的资金博弈在昨天开始有点徘徊，并且昨天纳指的上涨整体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谷歌、特斯拉、英伟达这3只标的，而像其他的道指和标普其实并没有走出延续的强势上涨。我们看到标普的走势，它也是在170天均线向上出现了突破，
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那么第二根 K 线是不是出现了滞涨 K 线？而后2号 K 线的高点产生了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呢，对于牛市的确认，我们除了纳指要看到之外，我们标普同样也不能够示弱。如果一个指数出现了强势，那一个指数却是弱势，我们之前讲过，这种叫做一个上涨当中不太同步的现象。所以当下呢，对于多头来讲，这个地方我们还不如等待它2号低点这里有支撑，然后再去往上看突破的时候呢，再去买进。目前是一个三阳的小顶在这里产生，所以等待要么是继续第二天走强走阳线，我们再去买；要么呢就回落之后止跌，在2号低点附近买，亦或者是回落之后再突破再去买，这是一个相对确认的一个情况。同时，最近也有同学会问到，现在的纳斯达克指数以及标普等美股指数，它究竟处于类似于2022年的行情，还是2020年的行情？有同学会听到这里有点奇怪可能会讲阿哲现在是2025年，什么2022、2020如果您是之前有去复盘过这些指数的环境的话，应该知道阿哲的表达意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有同学讲到的2020年的这一波下跌，当时这一波下跌是不是指数也产生到了一个170天均线之下，而快速 V 型反转到它之上的行情，是不是跟现在有蛮多相似之处的？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而后反弹回踩一下，再次走向上，跟当前的走势已经是有8、9成相似了？那有同学说会不会产生就是这种行情？我们看到这里的170，之前呢这里有支撑，回落下跌之后，这里是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有一个重要的区间在此产生，而后产生的不是一个支撑，而是一个再次的压力，所以后面选择下破。那么股价呢在往上运行时，这里出现了第一天的突破，第二天的突破，所以这根 K 线为关键的 K 线。在这里呢，首先产生了压力，而后向上的跌破。当跌破第一天之后，第二天就回归，后续走出的是一个支撑的效果。所以你是突破买，还是回调买，还是在这里启动买？我们是不是发现都是机会？每一次回调，只要确认了一个牛市回归的现象，那么后续每一次的回调不跌破，那么都属于我们的一个牛市买点。那么回顾到现在，那有同学说阿哲，我前面这一波行情错过了，那么后续买会不会高啊？后面买还有行情吗？如果真的是一个牛市回归了，它后面绝对还会有行情。如果在这里它就是一个高位，如果这里买了就不能赚钱，那么它绝对肯定不是一个牛市，而是熊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2022年的下跌，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分辨呢？现在是2022年的行情复刻，还是2020年呢？我们就看170是否能够有效的突破，以及产生这个支撑的效果。像之前2022年的反弹都是没有突破的，包括这里反弹也是没有突破的，所以这些位置都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有效的突破，它们都属于熊市的反弹以及熊市的高点做空的绝佳时机。而同时我们再回顾到现在的走势越来越偏向于2022年口罩行情后的下跌之后的修复。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复刻2022年，那么它就绝对不是个高位，它只是一个启动的初期。所以我们只要去看到的点是哪里呢？就是股价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这个地方能不能产生支撑？未来只要它这里是突破了，那么后续每一次的回踩有支撑，都是属于我们的牛市启动的买点。反之，如果它不能有效突破，而是跌破这个2号 K 线的区间，我们说了就是一个绝佳的熊市做空的点位。这就是我们牛熊区间在170天均线可以去用到的一个地方，它可以让你去看一下目前究竟是往2022年发展还是2020年发展。以上就是对于美股指数3小顶和170天均线，我们再次的去复习了一下这个知识点。老同学呢，那么作为一个复习；新同学呢，就作为一个初次的学习，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听到这里，我们各位同学们还未点赞该视频的，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小红心，点一个小红心，点个赞。假如您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希望大家在点赞之后能够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感谢各位同学点赞和评论支持。而假设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大家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点击一个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呢，会显示已订阅，而显示已订阅之后呢，您就成为了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在点开全部订阅之后，您再点开全部的铃铛。那么点开这个铃铛，未来阿哲每一期视频在发布、在公开之后，您会首先第一个收到阿哲的通知。这是订阅粉丝观众点开铃铛之后所能够得到的一个权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点，叫做日内的撑压。
今天市场在周四，我们日内怎么去看它的支撑和压力位在哪里？如果今天美股的支撑在日内被跌破了，那么它同样也可以作为减仓点。所以我们目前总结一下，如果您作为多头，那么走到这里，如果您还持有手中的多头仓位，但是不知道怎么卖的话，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那么是不是作为我们本次上涨多头的一个减仓信号？而假如它不止跌破了这个低点，同时把2号 K 线的低点也跌破了，那么是不是要大幅的去减少您之前的仓位，把您最近所累积的获利在这一刻开始大幅的去离开？只有未来在这里再次产生突破回踩不跌破的时候，我们再重新的把仓位去加上去。同时只要保持这个思路，您如果想要去找空单机会的，那么就可以把多头减仓的那个点位变成您空单入场的点位，而空单的入场点的止损都在于指数出现下跌之后再次返回2号 K 线的区间之上。只要股价在下跌之后重新返回2号 K 线的区间之上，那么就作为空单的止损。所以在这里如果出现了做空点，那么它会达成一种现象，你会有很高的获利区间，但是您的止损位会非常的一个小，非常的安全。当然了，这里前提是确实出现了做空点，千万呢不要像前期这种上涨当中，阿哲说了决策阴线，说了天量阳线吊颈线，决策阴三阳小顶吊颈线，包括现在的三阳小顶，是不是每次出现预警信号之前我们都有讲了？但是你会发现从这个低位开始，决策阴线呢是被反包的，天量阳线呢是没有被跌破的，这个决策阴线呢也是没有被跌破，而是被突破的。这个三阳小顶呢也是没有被跌破的，包括这个吊颈线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空方 K 线。虽然说我们一直在寻找做空机会，但其实市场并没有给到太好的做空机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仓位能够上去的。那么到这里开始，如果有机会，那么是不是开始我们才进行首次可能比较大仓位的去博弈？明白这些之后，我们来到接下来第3小节，日内的撑压如何去看待今天的支撑和压力位。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在每天的盘前，阿哲会在一定时间内会为大家提供免费的盘前解析服务。你会在每天的盘前收到 Telegram 当中的一条信息，分别是阿哲盘前的观点，以及在日内某些标的关键的日内撑压。像刚才我们所讲到的5月14号的盘前解析，那么现在您应该也明白了，阿哲通过视频和语音的讲解，肯定呢会比这个文字的讲解会更加清楚。但是这个盘前解析的文字呢，您可以提前1天能够收到，不用等到阿哲发布视频您才能够去了解，这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及时的一点。我们主要看一下底下的这个点位判断，每天都会给到这个高点的压力和低点的支撑。如果您是一位相对想要更理智的判断市场，更加明确短线的多空强弱，以此去交易的，您可以完全按照这一个点位的判定来去进行买进和卖出。当然了，这里接下来阿哲会讲一下他怎么去用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这个撑压而已。我们现在看到右侧的图表，它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 K 线的底下有一些红色和绿色的颜色标记，阿哲叫它为红绿灯。如果股价在市场运动当中，你发现它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那么一般它说明当天阿哲给到的预测的低点，那一个标的预测的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那么红灯的产生就说明市场的空方是比较强的，而这种空方的力量一般认为后续找做空点，或者说在熊市当中去找做空机会会比较好。反之，如果你发现市场当中出现的是一个绿灯的 K 线，那么说明阿哲给到的日内压力被收盘突破了，它就说明多头短线上开始走强。所以一轮行情的上行和下跌，它的趋势的形成往往是红绿灯的连续反应而表现的。像这一波上涨为什么那么强势呢？因为它从头到尾基本都为绿灯，其中就只有这2天是一个红灯。那么像这一波当边下跌为什么那么强势呢？因为它从头到尾基本都为红灯，只有这么中间一根 K 线是绿灯，又包括这一轮下跌也是如此的，只有中间这里才是为绿灯，其他都是红灯。这是一个短线我们去研判再去跟踪的一个过程。所以按照红绿灯的操作，当时从这个点位出现买点之后一路持有，那么最多我们就踏空这一段行情，但是前面这里依旧属于看多的区间。甚至呢，我们相对激进一点的，更加理智，我们更加能够执行的，在这一天绿灯之后产生，是不是后续保持绿灯，我们依旧保持看涨，直到红灯的产生，结束这一段行情。它的缺点在于，它不会在低点时告诉你这里有买点，它不会在高点时告诉你这里是卖点，
但是它的优点在于，在每一波大行情产生的时候，它不会让你错过其中大部分的空间，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按照这个红绿灯看，是不是基本上大部分的空间都会被囊盖住？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优点和缺点，而这些优点和缺点都是因为它是偏为右侧的一个操作思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在中美谈判后的这个利好这一天出现了绿灯 K 线，绿灯之后第二天还是绿灯，也就是说当前依旧是一个强势的上涨。而昨天这根 K 线除了是三小顶之后，它同时也是一根无灯 K 线，说明这一天的收盘价它在支撑和压力中间运行，它属于一种徘徊状态，多头不是很强，空头也不算很强，所以昨天的分时走的就上下不断的波动，又是跳水又是拉升，一直产生。昨天已经出现了一种无灯状态。我们要小心的右侧信号就是这一波反弹走到这里会不会产生红灯 K 线？我们要看到这一个位置的低点19085.21是今天本周周四的预测日内低点支撑。这个支撑如果今天收盘跌破，将会产生红灯 K 线。那么从这个绿灯开始到这里，如果产生红灯，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反弹绿灯到红灯的结束？跟前期这里绿灯反弹到红灯的结束，所以用这个红绿灯点位，如果今天出现红灯，或者说在最近如果这里出现红灯，是不是更加佐证它在2号 K 线的位置产生的是无效的突破？而假如在这里再次出现一根绿灯 K 线，就说明2号 K 线的高点被有效突破，后续的回落，它只要敢回落，就作为牛市回调买点。这个位置只要2号 K 线是有效突破的，它复刻的就是2020年的 V 型反转回归。那么后续这里不是高位，它只是牛市的启动点。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比较特殊，牛熊反转只在一念之间，所以我们当下要关注好这个转势的动作。一旦产生某一个方向的确认是牛还是熊，那么都不重要了，你只要知道后续的对应操作即可。所以今天呢，周四我们先把这两个点位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这个点位呢，不一定今天立马发生它的效果，不一定就一定会有绿灯和红灯的产生。所以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公布这个数据，大家可以跟踪去进行使用。这里阿哲也告诉各位，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粉丝同学，那么您怎么在每天盘前能够去拿到这条盘前解析的点位和消息呢？很简单，您只要打开阿哲底下的评论区，然后您看一下评论区当中的置顶评论，那是一句阿哲所留下的评论，它同时呢也是阿哲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那么您只要呢点击那一个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后这里阿哲建议您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一个消息，叫做盘前解析的盘前。在发送之后，助教老师就会知道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同时您需要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盘前解析，他会告知您如何去领取。那么根据每天的盘前点位，您就可以按照这种跟踪的方式去看到市场当中大体的多空强弱。它不能够让你在最低点买进，在最高点卖出，但是在行情产生的那一个顺势过程当中，它可以让你拿到其中大部分的利润。当然了，这个盘前解析的作用，很多时候呢，可能是为了技术分析在实战当中的一个跟踪的效果。如果呢，您是希望通过订阅阿哲之后，能够对技术分析产生一个更好的学习或学更多的一个有效的知识点，那么阿哲这里认为呢，仅通过盘前解析可能对您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对于真正热爱技术分析，想要把技术分析更好用在实战的跟踪当中的，阿哲建议大家不仅仅只看盘前解析。阿哲对于订阅粉丝观众还准备了除了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之外的一些福利。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是专门作为学习的知识答疑去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一个群组。那么这个群组呢，只要您是真的有时间学习的同学，您都能够被邀请进入。这个门槛虽然不是很高，但您需要满足2个要求。第一个，您首先是订阅粉丝观众；第二个，您必须真的有时间能够学习。满足这2个条件，我们助教老师才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的学习小组。这里阿哲重点说一下，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您有时间学习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在每周都会准备专属于当下行情解析的知识点和内部的直播课程。您如果真的有时间学习，那么正常来讲，您至少能够有时间听1节我们的直播课吧。在听完之后，您至少也能够完成1次我们课中老师布置的作业吧。那么完成1次收听，完成1次作业，就说明您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同学，也同样说明您是真的热爱学习，能够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那么这样的同学，您就可以被助教老师邀请进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了。我们现在看到本周的一个课程的课表。
在本周我们有讲到，在目前纳斯达克指数在美股目前这种强势上涨当中，如何去发现一些底部的信号产生。而如果在底部行情当中，你没有投入太多的仓位和筹码，那么哪怕你看对了方向，可能你的获利也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如何在底部产生后的回调能够去买进和进行更好的加仓点的把握呢？这是我们在前面13号、14号所讲到的内容。而今天我们的老师在香港时间上午10点时有讲到，如果没有给到特别好的回调点位，而是产生震荡或者说整理，那么如何通过中继龙的方式来去把握后续更大的启动点？那么本周的课程就是围绕当下行情最新指数的发展，我们去进行讲解的。而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不一样、更加贴合当下市场的主题。可能今天您收听到阿哲的视频已经是5月15号，那么可能错过了前面的3期的一个直播课程，但这里不用担心，我们每次的内部直播课程都会留有回放，您可以通过在回放的学习当中去了解到当时的判定以及技巧的学习。所以如果您是一位真的爱学习的同学，您可以找到助教之后，除了领取盘钱，你也同样可以发送一个报名参加课程的一个文字给到助教，助教老师也会把最近的回放发送给您进行一个学习。那么感谢各位同学对技术分析的付出和对于学习的投入。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对于第一部分的纳斯达克指数的环境，您明白了，这里是一个牛熊转换的节点。如果市场依旧无法去成功转牛，那么这里将是一个熊市的反弹高点，而且是极限高点。那么对于做空的同学，将是一个特别要注重的一个点位。反之，如果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牛市真正回归的一个地方，那么后续每一次产生的回调都将是再一次行情产生之前的买入机会、建仓机会。所以在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制定好指数的策略观察之后，再去看到个股，你就会明白，当指数怎么运行时，个股的交易怎么样去看待。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在最近的特斯拉和英伟达其实走出了特别强势的这种龙头领涨的这种行情，包括昨天的指数，昨天的标普和道指呢，基本是提前进行回落和调整，而纳指依旧保持能够上涨，关键也在于其中之一的特斯拉依旧维持强势的上涨，所以情绪高涨指数，特别是纳指就没有产生太多明显的一个调整。我们同样看到107天均线，那么在特斯拉的图表当中，107天均线是不是突破了第一根，突破了第二根，而昨天再次产生了突破，只是目前的突破呢是一个小 K 线，但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一个上涨空间有所释放，或者说有所打开。只要后续发生的每一次调整，它不去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它只要不出现这种跌破，或者说跌破这个均线没有出现支撑，只要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区域之中呢，空头是没有太多的机会的。空头对于特斯拉的看法，或者说您想要去把握特斯拉的这种空方机会，那么你唯有出现一种明确的状况，就是170天均线在往下落的时候，它出现了跌破2号 K 线，并且跌破170，没有产生太明显的支撑反弹，而后去做空，这是唯一或少数产生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在170之上所产生的回调，它只要在这里止跌，都是向上博弈我们上方点位的机会，而从这个低点往上测170往上延伸1倍，那是不是目前这个1倍空间在确认2号 K 突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因为它这个空间不是很大，那么正常这种情况下呢，就往上直接看到3号，也就是377.23这个点位，中途呢有一个小小的压力是359.53，所以往上继续看就看到这两个点位。这两个点位如果也能够顺势突破，那么一样的后续只要回调，那么特斯拉都是机会，就说明它在170的角度上看已经是走为一个牛市，而且比指数提前，所以这是空间上所关注的，上方有临近的压力359.53和377.23，当然这里目前对于341.82是否去突破有效，那么还有待的确认。这里如果往下去回落，那么只要它没有在这个低点和这个170位置出现明显的止跌，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也可以作为多头本次上涨以来的一个减仓点位。而在此处出现的任何止跌行为，我们在作为加仓的现象，我们在作为加仓的信号。接下来我们也从资金和动能上来看一下目前的特斯拉走势。当下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上方呢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VD 以及龙头引力指标。我们会看到目前的特斯拉为什么说比指数强势呢？因为它从这个低点开始上涨，已经出现了5个绿灯，
而纳斯达克指数其实昨天并没有绿灯，所以它整体呢是属于领涨的状态，比大部分指数都要强势。而我们看到资金上 ，BBD 呢是在流进之后，在突破这个变盘 K 线之后呢是没有再出现流出的，所以这一波就是顺势短线的一个上涨，当前还没有出现走弱的一个信号。阿哲目前唯一可以认为它有可能走调整的原因，那么就是指数方面还处于标普的一个确认。所以特斯拉这里如果真的会调，那么应该也是受累于指数和大部分其他个股的资金流出或者说获利兑现而产生的一个滞涨。但是资金会去抛售它吗？当前它肯定不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标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看一下何时会产生红灯 K 线，就是目前所关注的第一个点。因为在连续绿灯之后所产生的红灯，特别是直接产生，它杀伤力会比较强一点。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低点的支撑呢，在本周周四看到342.34，高点的压力是355.34，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它直接是从绿灯转为红灯，因为阿哲呢在每天盘前除了公布纳指的一个点位之后，我们还会看到特斯拉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点位去看，一旦出现特斯拉有那么一天是绿灯之后立马转红灯，那么也要小心了，它属于红绿灯当中的卖出的信号。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当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那么英伟达也是让纳斯达克指数昨天没有陷入调整的一个重大的原因，是不是出现了170天均线的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它呢比特斯拉弱一点点，因为它启动的时机呢晚了一天，所以当前它还没有突破2号 K 线，把高点作为一个压力。这个地方出现任何的一个滞涨现象，比如说长上影线、10日新以或者冲高回落的阴线，都要有所小心。它说明2号 K 线产生了压力的提醒，所以这个区间是英伟达的一个区间。目前这个低点往上撤的一个空间还用不到，因为它还没有突破，唯有突破之后才往上有效去看到其他的空间。而它的空间呢是比特斯拉要大很多的。所以这里要看一下英伟达是否能够产生突破，这是空间上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我们从英伟达的动能 K 线也可以看出，它比特斯拉是略微晚启动，并且相对弱一点点，因为它并没有连续5天的一个绿灯，而是3天的绿灯，并且这3根绿灯在最后一天产生了一个3小顶模型。我们说3小顶模型怎么去做呢？把低点作为防守，这里如果出现阴线跌破，或者说它后续上涨之后再跌破，那么也是一样的，作为风险的提醒。而关于龙头引力指标呢，当前也是在往上继续的运行，离这个顶位的一个预警区呢，在慢慢的靠近，所以这个位置的空间在随着3小顶的产生之后，也代表这个上涨其实英伟达也面临有滞涨的一个行为。在 BBD 上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流出的现象，所以目前 BBD 呢短线资金变盘是没有提醒的。我们看到今天的动能 K 线，今天看到动能 K 线的低点支撑是133.51，而高点的压力呢是137.265，关注这2个价格。以上呢是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分析。最近呢是不是跟指数一样，当指数上涨时呢，那么基本上8、9成都会跟随。如果现在股价上涨，有某些指数或者说某些个股它都碰不到170，那么那种个股大家注意了，它不管最近怎么走，它都属于弱势股。而现在的半导体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出现突破了170之后，是否能够算为股市的牛熊转换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它的170是长时间的往下走，而前面你看到这里突破1天、突破2天，股价高点后出现冲高回落，是不是后面跌破啊？这是不是一个假的突破？这里突破1天、突破2天，是不是也是假的突破？所以对170首先判定的有效与否，短线是否有效突破，看到2天时间，这也是第1天，这也是第2天。那么高点有10日新，又是变盘，遇到2号 K 线，这个地方如果你并没有买进，你就不要买了，因为它在确定是否要继续往上走，还是要形成一个熊市的反弹高点。在2号 K 线的地方，如果产生的是一个收盘价往下的跌破，顺势还跌破170，是不是空方的机会在我们的半导体上也就来到了？而假如这个地方在后续产生是突破回踩有支撑，是不是多头依旧往上看？它是难得的，在很长时间170向下之后，我们所出现的有效的突破呀。所以牛熊转势之中呢，去看到这个位置的点位，在牛熊转换区间当中，你可以找到特别好的多头的上涨机会和空头的入场机会，因为它的风暴比都相对的合理，往上空间一旦确认，是不是机会会很大？而你的止损其实不大。
往下去确认呢，你的空间也会很大，而你的止损同样不大。这是关键的2号 K 线所产生的一笔丰厚的交易。在空间上有所了解之后，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目前所看到是它的日线图表，而当前呢，是不是出现了2根绿灯之后出现了10日星，它是一个无灯 K 线。那么动能上跟指数是保持一个持平的同势，在 BBD 上连续5天的绿柱，并没有产生这个流出，还没有明显的一个变盘信号。我们依旧呢看到龙头引力也是差点点，还差一段距离吧，才碰到这个预警区。所以当前的走势，我们看到它会不会变成红灯，这作为主要的关注方向。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短线的支撑是214，高点的压力呢是217.49。如果出现红灯，那么小心。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反弹遇到170之后产生的红灯。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和半导体指数的一个讲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行情的快报，就是对于接下来这些个股，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个讲解，希望对您也能够有所帮助。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阿斯麦。当前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阿斯麦呢属于龙头引力已经上升到了预警区，然后它出现了上财童子。我们刚才有讲到，在107天均线如果出现没有突破的个股，那么它是不是属于一种弱势股？那么同样的，如果底下出现了上财童子，或者说进入到预警区，而个股那些是没有进入到的，说明那么它可以算是一种提前于指数出现了物极必反的个股，它也可以作为后续关注的一种空方的标的。就假如市场真的指数确认了它是一个2号 K 线跌破的情况，那么可以去找到这种个股。当然我们更优先的话呢，也可以去找的是弱势股为主。阿哲这里呢把170的均线把它给放上来，目前你所看到的是价格出现上涨，突破170，但170呢是向下运行了，突破了第1天、第2天，目前昨天是第3天，当第3天产生了跟指数一样的三小顶，而且有上影线，所以这里呢还不能够因此定为有效的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结合上财童子的信号，所以阿斯麦如果在三小顶之后产生了上财童子，而后又跌破三小顶，那么这里一样是风险。如果再顺势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那么是风险会更大。后续再跌破170天均线，那么这里就彻底形成了可以去做空的一个范围。前面呢作为多头的减仓信号，也作为空头小仓位进场的信号，跌破170，我们则要小心。所以当你看懂了多头的减仓信号之后，同时也看懂了空方的一个做空的信号。那么从 BVD 上看是没有太多变盘点的，只是要小心上财童子和三小顶，以及2号 K 线目前好是不是有效的突破，关注目前有没有出现红灯的一个情况。看到今天低点的支撑它是766.59，高点的压力是776.02，关注这2个价位。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同时也来到了一个上财童子，也就是龙头引力提醒是风险区的地方。出现了风险提醒，不一定就必然会下跌或现到高点，而是说呢，比如说前面的下跌出现了聚宝盆，说明这个位置处于一种低洼区，处于如果出现买点信号要去重视的地方，所以它不一定会涨，但是一旦产生这种聚宝盆，就要注意这里的多头机会。那么股价上涨也是如此的，涨到这附近，它不一定出现上财之后一定会下跌，但是一旦出现上财又搭配任何的其他的空方信号，就要小心了。那博通呢算是比较强势的，因为它出现了1次突破、2次突破，在这里出现了关键的区间，它这里是没有出现下跌破位，所以这里突破回踩机会是不是出现了上涨？而当前170是往上行的，所以博通提前于指数产生了多头的一个牛市转向。那么一样，我们未来每一次调整，只要不跌破这个区间，正常来讲，这种 K 线、这种股票不要作为做空的一个首选。除非当有一天它出现再一次的跌破170，而后跌破2天有效收在前面关键 K 线之下，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空。在此之前，以牛市回调来看待它，不要把它作为做空的一种标的或者首选的标的。我们看到目前走势是三小顶，那么关键的防守就是这根阳线的低点跌破为多头的减仓点。但做空者就不要找这种股票去做空了，因为它属于牛市反转区间。现在我们看到今天会否产生红灯呢？低点的支撑在227.66，高点的压力在232.81。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APL 苹果，这是不是阿哲一直所讲到的？如果你真的我们说未来要去找做空的标的，找哪种比较好呢？
肯定不找172号 K 线被突破有效走了一段距离的，也不找跟指数同势的，或者说我们尽可能不找跟指数同势的。那么要找什么？找弱势的。什么叫弱势的？就是目前170还没有突破的。这种股票除了小概率、极小概率的补涨行情之外，我们认为它属于目前的弱势个股，属于资金不青睐的方向。所以当前的苹果出现了绿灯之后呢，其实走势就比较弱了，连续的3根 K 线，指数是连阳，它呢有2根阴10日星，昨天又出现一个标准的10日星。不管你做不做空，至少它不是你的做多的首选。那么现在看一下底下呢，龙头引力是在50轴附近，在弱势个股当中，它属于一种压力区。而看到 BBD 呢，这一天上穿之后，价格没有出现特别明确有效的突破啊，所以这里呢还是偏弱的。但 BBD 呢也没有其他的信号了，所以关注的还是一个红灯是否产生。低点的支撑209.775，高点的压力是213.135，看到这2个价位。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是比指数提前突破的。前面这里是突破的第一天、第二天，那么低点没破，高点震荡了一段时间，目前出现突破，这个突破绝对是有效，所以它跟博通一样，不能作为做空的首选标的。它呢在这个区间之上依旧属于牛市，而比指数提前走牛。后续价格如果真的回到这个区间附近，而再结合市场的止跌现象，是可以继续做多的。那么做空的投资者，除非出现未来这里跌破反抽，我们才会去找做空的机会，否则在这种标的的现象之上，我们是不做一个空方的首选，所以做空就不找它了。我们在看到股价出现了连续2天绿灯之后，走了一个阴线的10日星，底下呢没有出现流出，龙头引力呢没有出现太过于明显的一个预警区，目前还在往上走，所以它不作为做空的首选，但是我们要小心它是否会出现获利兑现的提醒。那么低点的支撑，今天看到656.835，高点的压力看到665.195，看到这2个价格。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 MSTR 就是我们所讲的，它虽然龙头引力一直处于这一个预警区，但是它没有上财童子但同样呢也算是一个偏高位了。也就是说后面的上涨其实已经是属于高位的一个预警区，只是它没有出现 K 线上我们特别想要的做空的一个信号。在上次出现了一个绿灯之后产生了风险，但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所以我们说了红灯之后呢是风险，但是红灯之后立马转为绿灯，这种风险就被抵消掉了。但因为它在预警区本来应该是买点的，尽可能也不建议去买了。所以通过股价在低洼区后的上涨找做多机会，再到股价出现这种预警区之后，比如说在这个 K 线之后产生了预警，那么后续你说这种风险区一旦出现红灯，好，后面的行情我就不要了，我前面赚够了做了几波够了，那么这里开始不要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抱着这种分析的方式和角度去看，而不是说某种信号出现它一定会涨或者说一定会跌，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哪个区间做它会更安全一点，以及你赚的钱会更加安心一点，这是我们所想要的去分析的一个方向。那么目前它处于对170呢相对偏远的距离，那么这个位置你可以做物极必反之后的空方的一个点位，它跟 Meta 和博通不太一样。Meta 和博通属于熊市之后转牛的一个行情，而 MSTR 呢是属于本身就170一直有效支撑，哪怕之前这种下跌是吧，指数跌得很厉害，它也没有跌破有效170。每次跌到170附近跌破1天收回来，跌破1天收回来，没有连续跌破2天，这里跌破1天又回来，所以当前 MSTR 还是牛市的一个上行当中。但牛市上行不代表就不能够去做空。Meta 和博通是因为还比较低，靠170比较近，但是像 MSTR 呢，离这个170是有一定距离了。就像之前这种位置离170有距离了，那么你说要去做空做物极必反，你可以去看看，关键就在于你的止损和止盈要设定好。那么其实这里往下调最大的空间就是到170，而如果它这里出现了风险信号，就可以去看一下止损和止盈，去制定一个空方的一个交易。看到 K 线的一个价格走势，在连续的流出之后，流进 K 线是这一天目前还是一个止跌，还是没有跌破。如果股价能够收一根阴线把它跌破，是不是可以看一个回落170的均值回归？假如没有出现，那么我们这里呢就不着急去做这个交易了，以这个 K 线5月8号低点跌破为空单进场，它的高点突破为空单止损，去制定一笔我们相对看到比较多空间的一个行情走势。但当前呢还是在震荡，还没有完全的确认。
我们看到今天是否会产生红灯呢？低点的支撑是405.815，高点的压力是421.345。看到这两个价格，下一只个股看到 PLTR 也是很强势的，是不是也对170呢是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2次的回踩170都在后续证明它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行情。所以170日均线一旦走牛之后，你不要说阿哲最近的一波上涨我错过了，你这句话呢其实带入到 PLTR 就是阿哲这一波上涨我没有把握住，那么我会不会踏空未来的牛市行情？就如果它真走牛了。但你会发现，如果它真走牛了，你这一波踏空的行情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这一波踏空了又如何呢？我们底部没有抓到，不能抓回调吗？回调不能抓到，不能抓加速吗？所以股价后面每一次回调170附近，是不是对于 PLTR 等这种牛市已经形成的个股都是一些大机会？包括最近的这一次也是如此。所以对于这种个股呢，你可以做物极必反的空方点，同时你也可以等待它真的回落时去找到的机会。它其实也处于一种相对的风险的一个地方预警区，所以最近指数上涨，其实它也没有怎么涨，这种呢其实也属于一种已经提前透支了，所以走到这里不太建议呢以此作为一个看多的方向。我们看到股价上穿的点是这一天上穿之后呢有压力，那么股价如果把它跌破，是不是这个高点就确认了？这一波下来170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空间的？所以对于这种物极必反的个股呢，也跟弱势股一样，可以作为看空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向。但是首先它得要有看空点产生。现在这一波从红灯后的绿灯上涨还没有产生一个红灯，所以在这里等待一个红灯或者等待一个关键的 K 线的破位也行。我们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28.87。高点的一个压力呢是134.8，关注这两个点。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谷歌，谷歌就是属于一只弱势个股了。不管昨天怎么去涨吧，当天涨得再强又如何呢？这一天已经构成了上穿，上穿之后它为变盘点，高点为压力，低点如果跌破，确认反弹高点的产生，这是惯用的 BVD 的技巧。下方目前还没有穿过0轴，你就知道它究竟有多弱了。指数涨到天上去了，它依旧呢还没穿过这个50轴。170在上，压力在上，这里呢都作为风险区，所以我们说要去找看空标的，是不是应该找谷歌、找苹果、找等等这些弱势个股，或者说物极必反的个股去寻找做空的机会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红灯何时会产生呢？低点的支撑，今天看到163.87，高点的压力是171.28，关注这两个点位。同时要知道是这一天168.34为压力，为什么为压力？因为上穿变盘。现在这个股我们看到微软呢在物极必反的范畴之内，也是一个我们如果走出做空 K 线也可以去关注的 K 线。但最近这一波上涨还是很强势的，一直是绿灯，中间有一根红灯，但是是一根阳线。阳线红灯呢不作为参考，像前期这种位置就是170没有去有效的突破。而现在呢，170是突破了。我们说让大家去算这个空间。那么微软上方的1倍空间是多少？大家有没有算好？如果算好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来，告诉阿哲。从这个点低点往上看170的距离，再往上翻1倍就可以了，就可以找到那个压力点。它突破的第一天、突破的第二天画一个区间，没有跌破，反而向上。所以未来呢，微软它是属于物极必反的区间，但是最好做空的方向选择要比 MSTR 和 PLTR 要更重一步，或要更加一步，就是跌破之后有压力再去看会更好。所以因为最近的有效的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这里呢出现压力的现象概率降低了，所以这里呢更好的选择。所以这里呢哪怕它有物极必反的可能，我们也暂时等待更明确的下跌信号。所以哪怕这里有红灯，也最多作为多头的减仓，而不作为空头的进场。我们看到今天是否会产生红灯呢？看到低点的支撑是450.54，高点的压力是456.3，看这两个价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同样的走势偏弱，因为它红灯产生了。像昨天指数呢都还没有转红灯，它提前转红灯了。再看到这里，这里是1天、2天突破170，第二天这里出现了一个压力，而这里呢是还没有跌破的，但同样也说明了这个压力区提前反应，底下呢资金有流出，所以微软这只个股能够去好好看一下，特别是对于空头投资者，如果这里出现跌破反抽有压力，是不是在这里开始形成了独特的一个熊市高点反弹做空点？所以我们的亚马逊
也可以关注。从低位到现在差不多走弱了，比指数开始走弱了，就等待一个做空的点。那么这一天是一个红灯，只要下一个交易日不是绿灯，那么就没有问题，依旧往下看。那么今天会是绿灯吗？看到高点的压力是211.09，看到低点的支撑是208.01，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接下来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昨天的走势呢，有点类似于标普的一个行情突破了2天之后，第3天10日星，它呢这个10日星肯定不算有效突破高点了呀，所以1号 K 线、2号 K 线，2号为关键的压力。这里呢，当前有压力的提醒，下方龙头引力接近于风险区，还没进入而已，但是已经说明是临近波段高位了。所以当前呢，看一下它的一个红灯是否会产生，大体呢算是一个同势股当中偏弱的一些股票。低点的支撑是193.995，而高点的压力是196.985。最后我们简单讲一下 SMCI， 我们主要呢就讲一下它的一个170，它的170一直是往下行的，所以这一波感觉呢很强势的上涨，但是你看前面这里不是更强势吗？整一波上涨就这里是一个红灯，然后绿灯之后继续上涨，但可惜这种上涨最后也是用三小顶以及我们的一个上涨2号 K 线被跌破结束了。所以170往下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熊市序列，股价基本都在170之下。结合当时的上台童子，所以哪怕很强势突破2天，是不是第2天也是跌破，也是风险所以这是一个熊市反弹的转折点，它有可能会在这里转牛，有可能依旧是熊。如果转熊，这里是不是一个绝佳的做空的点位？目前这个走势唯一好的一点就是空间上还是有的。因为底下呢目前没有走到一个风险区，当时这里是风险区，这里不是，所以目前你要关注的点就是不要在这里随便买，不要随便追，看到它的低点，这个位置如果真的要走为转牛，它肯定不能跌破这个区间。如果你发现它不突破，没有产生支撑，不作为走牛的一个迹象，那么你要等待它回落170去找支撑，有支撑的情况下才能够去慢慢的去找回调的买点。所以当前 SMCI 肯定不作为买点，它只能算是熊市的反弹，还没有完全走为牛市。所以当前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点位，低点支撑是44.04，高点的压力是47.53，关注这两个点位。以上就是5月1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再现三小顶，前期呢出现之后被中美谈判所迫，市场继续的暴涨，而因此可能出现了踏空现象。那么这一次又出现三小顶，这一次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关于牛熊分界走势，我们最近2期已经多次讲解，对于170 MA 怎么去看，您应该也明白。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